你是不是最近有种感觉，工资条刚到手，还没来得及捂热乎，就又薄了一层？本来以为是老板心眼多，又在盘算怎么从你这点可怜的收入里薅点羊毛，结果一打听，嘿，这次动手的不是老板，而是国家，你是不是一下子懵了？这盘棋究竟下给谁看的？这里是意识觉醒，记得按赞订阅并打开小铃铛，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新视频。先别急着骂，更别急着焦虑，今天咱就把这事儿一层一层扒干净，像剥洋葱一样，看到最后你会发现，原来这背后的真相比你想象的要残酷100倍。你可能已经刷到过这2条新闻，它们像是2个极端，硬生生把所有人的心情拽成冰火2重天。一边是哀鸿遍野，自9月1号起，社保强制缴纳，所谓自愿放弃一律作废，签了白纸黑字也没用。对很多人而言，这意味着工资条直接少掉800到1500，月薪5000的年轻人，相当于凭空割掉一大块肉。另一边更劲爆，教育部说，2025年全国大学毕业生将达到1222万，1222万，这是个什么概念？相当于一个比利时人口，整整1年全都变成应届生，一起涌进社会找工作。你说吓人不吓人？这已经不是难题了，而是天劫。可你以为这就结束了吗？还有个更扎心的数据，去年全国新生儿跌破1000万，只有900万。你细品这个画面，一边拼命喊着1000多万大学生太多，是社会的负担，另一边又哭嚎着900万新生儿太少，是国家的危机，是不是熟悉？就像房价涨了，说年轻人活不起；跌了，说经济要崩，横竖都是错。这背后揭开的是什么？简单一句，我们真真切切地撞上了硬茬，就业和生育这2座大山，硬生生被一根叫社保的引线拴在了一起，直接丢在了我们每个人的饭桌上。所以问题来了，这波强制社保图啥？真是怕你老了没人养，好心给你兜底，还是养老金的池子已经见底，急着拉你我下水，充当新一茬的燃料？今天我不煽情，不带节奏，就当剥洋葱的人带你看清楚国家、企业、普通人这3方在夹缝中的博弈。你以为只是割韭菜，抱歉，真相可能比割韭菜残酷100倍。很多人一听强制交社保，下意识反应就是操，又要从我兜里掏钱，很正常，谁的钱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。可我得告诉你一个会让人彻夜失眠的现实，不是你需要社保，而是社保现在火烧眉毛地需要你。好，第一刀已经下去，接下来更扎心的数据会让你明白为什么这是必答题而不是选择题。2024年全国领取养老金的城镇退休人员已经高达 1.47 亿，10年前是多少？连现在的一半都不到。也就是说，短短10年，退休大军暴增 70%。这些人要吃饭，要看病，要生活，钱从哪来？养老金。光是去年全国养老金就发了 6.76 万亿，你可能没概念，这个数字是10年前的2倍还多。花得越来越多，人老得越来越快。放眼望去，全国65岁以上的人口占比已经冲到 19.8%。什么意思？就是你随便坐一趟公交，5个人里至少有1个是满头白发的老大爷、老大妈。我们已经正式跑步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。可真正要命的还不是人数多，而是那个刺眼的数据抚养比。所谓抚养比，就是年轻人和老人之间的供养关系。2000年时，差不多10个年轻人养1个老人，大家压力还不算大。现在呢，2.5比1。没错，雪崩一样跌到了这个地步，5个年轻人要扛起2个老人的退休生活。你品，你细品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养老金这个制度快玩不下去了。它的设计逻辑本来特别朴素，现收现付，年轻人交钱立刻发给现在的老人，等年轻人老了再靠下一代年轻人来养。这个循环本来像个接力跑，可问题是下一代人呢？每年毕业的大学生1000多万，每年新出生的孩子只有900万，人口断崖式下滑。你拿脚趾头算算，这账未来还能平？这根本不是一道数学题，而是一道玄学题。中国社科院早就做过测算，把延迟退休、国资划转这些能想到的招数全算上，到2044年，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彻底清零。听到这儿，你可能想，嗨，2044年还早呢，那会儿我都快退休了，关我啥事？别急，我们算个现实版。现在一个22岁的大学生，
等到2044年，也就40多岁，正是顶梁柱的年纪，上有4个老人，下有孩子要养，交了一辈子社保，结果到头来突然通知，不好意思，池子空了。你想象一下，那是啥感觉？不是天塌了，而是你脚下的大地裂开，把你整个吞进去。你辛苦几十年图个啥？不就是个心安？结果最大的那个安没了，比任何恐怖片都吓人。所以国家为什么急？因为这不是选择题，而是必答题。池子里的水已经快没过脚脖子，再不拼命往里注水，整个系统都有崩盘的风险。这可不是危言耸听，而是悬在每个人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。年轻人凭什么要心甘情愿去给这个池子注水？你以为他们都是精致利己，只顾眼前不顾未来？你错了，原因只有一个字：穷。你看看现在的年轻人，尤其在1线城市打拼的，月薪5000，看上去好像还过得去，可一刨账，基本上就是赤字人生。房租、水电，一个月咔嚓掉1500到2000，地铁、公交、盒饭、快餐，再咔嚓掉2000，剩下那点够干嘛？买件衣服，偶尔跟朋友吃顿饭，就算不欠花呗，不借网贷，已经算是活出了奇迹。这种情况下，你再让他每月硬掏800、1000去交社保，换来30-40年后可能兑现，也可能泡汤的养老承诺，他怎么想？他不会想着我得为老年生活做准备，他只会想，我怕的不是老了没人养，我怕的是现在就活不下去。更何况这个承诺本身充满了不确定性。退休年龄一延再延，从60到65，现在甚至讨论男女同龄退休。谁能保证自己一定能活到领养老金那天？谁能保证这几十年里不失业、不生病、不露脚？一旦断脚几年，或者压根凑不够15年的最低年限，那结果是什么？很残酷，个人账户那点小钱退给你，但公司帮你交的那2/3，大头直接打水漂，统统进统筹账户，你想找谁说理？对不起，没门。所以很多人干脆用脚投票，不玩这个游戏。网上有人算过一笔账，在城里每月交上千社保，辛辛苦苦几十年，而他在农村老家的父母，一个月养老金才100多块，买几斤肉就没了。那我干嘛不直接把这1000来块打给亲爹亲妈？至少他们能过得好点，我也心安。这话你听着是不是刺耳？但你驳不倒，因为他戳中了制度的核心矛盾。就连前央行行长周小川都直言，我们现在的社保制度过于强调现收现付，而忽略了储蓄属性。年轻人算得很清楚，自己这一辈子交的钱远大于未来可能领到的钱，那谁还愿意玩？更别提那根扎在年轻人心里的老刺——双轨制。有些群体压根没交过1分钱社保，退休后却能拿比企业职工高出好几倍的养老金，而那些在工厂里埋头苦干几十年、老老实实交社保的工人，退休金反倒少得可怜。这样的新闻年年刷屏，年轻人看在眼里，憋在心里。所以问题根本不在于你怎么给年轻人画未来的大饼，而在于制度本身是否公平，是否值得信赖。一边让人把辛苦挣来的钱投进一个看不见底的黑箱，一边还教育式口吻告诉你，孩子，这是为你好。不好意思，这套说辞对今天的年轻人已经完全失效。你看，社保的窟窿等着年轻人填，可年轻人自己身上同样是窟窿百出。于是下一个问题就更残酷了，就业。因为当1222万应届生汹涌而来，这个社会真有能力安放他们吗？1222万大学生毕业，这是什么概念？这不是一波就业潮，这是社会的一场大海啸。于是各种声音开始冒出来了，有专家摇头指点，说大学生眼高手低，不愿意脱下孔乙己的长衫，宁愿去送外卖、跑滴滴，也不肯进工厂拧螺丝。听上去是不是很有道理？好像全是年轻人的错。可你换个角度想，如果这1222万大学生全都特别听话，企业要啥干啥，工资给3000就心怀感恩，从不要求社保，不谈双休，不抱怨996，也绝对不会在网上吐槽老板，那他们还会被当成社会负担吗？不会，他们立刻会变成人见人爱的优质劳动力，是企业嘴里的香饽饽。所以问题压根不在于大学生多了，而在于他们变聪明了，开始有自己的想法了，不能再像上一代一样被随便压榨。还有人把锅甩给大学扩招，说就是因为大学生太多才就业难。
这个逻辑听着简单，但稍微翻翻历史你就知道扯淡。中国大学生就业难的根源只有一个，经济转型卡住了。你肯定听过三驾马车，投资、出口、消费。过去几十年，我们国家靠前2驾马车跑得飞快。投资就是修路、盖楼、建高铁、开工厂；出口就是把全世界的鞋子、衣服、玩具、家电都做出来，然后卖出去换外汇。这2招当年简直无敌。可今天呢，基建差不多修到头了，再砸钱修更多的路，盖更多没人住的房子，回报越来越低，甚至变成债务出口呢？人家直接打贸易战加关税，为什么？因为咱的东西性价比太高，一涌进他们市场，本土产业就全死，他们能不急吗？2驾马车都跑不动了，只剩消费这一架。于是国家的战略很清楚，要从世界工厂转型为消费强国。可问题是，产业结构还卡在半路。国家培养了大批高学历人才，想让他们成为中产，拉动消费升级。可现实社会能提供的岗位依然是流水线工人、商场导购、餐厅服务员。这些岗位不需要文凭，也给不了高薪，更别提让你成中产。这就出现了巨大的错配。我们辛辛苦苦培养了一堆开波音747的飞行员，结果社会上最缺的却是开拖拉机的司机。你想想，这心情能一样吗？10几年寒窗苦读，毕业本来以为能一展拳脚，结果一推门，发现父母拉着你去菜市场剁猪肉馅，你练了一身屠龙之术，结果最后用来剁肉，荒不荒唐？气不气？所以你就看到了今天这种离谱场景。杭州一个社区文职岗位，月薪3000，招聘要求写985硕士，结果几百人挤破头去抢。就业缺口大到什么程度，才能让硕士毕业生心甘情愿去抢一个社区文员的坑？这背后揭开的真相是，我们拼命培养飞行员，却没给他们准备机场和航线。产业升级为什么难？因为你要抢的是别人的饭碗。半导体芯片、大飞机、高端数控机床、生物医药、人工智能，这些都是发达国家的命根子。你要动人家的蛋糕，人家能不跟你玩命？于是科技战卡脖子禁运，一个接一个，结果是什么？高薪的岗位开不出来，每年1000多万毕业生只能眼巴巴站在门口，体面的岗位没他们的份，低端的工厂活他们又不想干，最后只能一窝蜂涌进门槛极低的灵活就业、外卖、网约车、快递。你想过没有？这已经成了社会的安全阀，如果没有这些行业吸纳，失业潮早就炸锅。可问题是，这些岗位能不能撑起未来？一个骑手一天送30单，风吹日晒，一月拼死拼活也就6、7千。可他是本科生，甚至硕士生，10几年苦读，最后的宿命是抢单。这就是所谓的就业奇景。大学扩招，表面上是给你机会，实际上是把矛盾延迟，把就业焦虑转移。短期看社会稳定，长期看结构性错配越来越严重。而且别忘了，还有一个更大的悬念：生育。年轻人为什么不敢生？因为他们看到的未来就是这副模样，从幼儿园就开始卷，千军万马过独木桥，好不容易进了大学，发现学历严重贬值，毕业等于失业，侥幸有了份工作，拿着5000月薪被996榨干，熬到中年，上有4个老人，下有孩子，房贷压头，社保随时可能断缴。你说，在这样的未来里，孩子生下来是来过好日子的吗？还是来继承父母的社畜身份，继续当分母？很多所谓的专家最喜欢动不动把生孩子跟民族大义、国家未来绑在一起，动辄扣帽子。可他们从来不问，房价为什么这么高？育儿成本为什么居高不下？托育资源为什么缺位？女性在职场生育后为什么处处受歧视？他们只会用空洞的大话，把年轻人推上道德的审判席，好像不生孩子就是对国家不负责任。可真相是，不解决现实问题，再多的口号也感动不了一代年轻人。所以，把社保、就业、生育这3张牌摊在一起，你会发现，他们其实是一个大棋局。表面上强制社保是为了补窟窿，但深层逻辑是倒逼产业升级，用最痛的方式逼着中国经济完成人口红利到人才红利的大转型。你以为强制社保只是割韭菜？错，这其实更像是一碗极苦的中药，喝下去企业嫌苦，员工嫌贵，国家嫌见效慢。可不喝呢，病就要烂到底，将来连药都没得救。谁最疼不是科技巨头，
不是央企国企，他们早就把五险一金交得齐齐整整。真正疼到骨子里的是那些靠压榨廉价劳动力活着的血汗工厂、小作坊。你算个账，一个员工月薪5000，不交社保，企业成本就是5000。可现在强制交，7788一家，一个员工成本直接飙到6500、7000，凭空涨20%多的成本，这对很多低端工厂来说就是最后一刀。结果呢？那些没有技术含量、只能打价格战的落后产能，注定要被淘汰出局。短期看，会有无数小微企业倒闭，失业率上升，社会阵痛巨大。但长期看，这是刮骨疗毒，逼着整个经济从依靠廉价劳动力转向依靠高素质、有保障、能消费的人才。这就是底层逻辑的巨变。你看，西方发达国家为什么罢工多、假期多、福利好？真是因为资本家大发慈悲？当然不是，他们早就走过这一关。产能过剩，内需不足，逼得他们必须提高工资，完善保障，让工人敢花钱。当年亨利·福特给工人大幅加薪，还首创8小时工作制，为啥不是良心发现，而是发现工人们如果又穷又没时间，他造的汽车卖给谁？中国现在也是同样的道理，我们已经是全球第1工业国，产值占全球1/3，产能这么夸张，如果没有强大的国内消费市场来消化，最后必然陷入通缩和危机。所以强制社保不只是补养老金的窟窿，而是从根上塑造一个敢消费的社会，让老百姓兜里有保障，心里不慌，才敢掏钱。你再想想，为什么要严查996，推行双休？表面上是保护劳动者，深层逻辑是给你时间去消费。看懂了吗？这些看似零散的政策，其实全都指向一个终极目标，把人从可以随便消耗的劳动力变成推动内需的核心资源。说到这儿，你可能心里还是一团乱，社保要命，就业要命，生育也要命，3座大山压下来，咋办？是不是走到死胡同了？其实出路一直都摆在那，就看敢不敢下狠手。核心就一条，把人当成国家最宝贵的资源，而不是随意消耗的成本。怎么做？5条硬核解法。第一，咬牙也要推进产业升级，不管多难，不管被别人怎么卡脖子，芯片、航空、生物医药、人工智能，这些必须啃下来，因为只有这些行业才能创造足够多的高薪岗位，吸收那1222万毕业生。否则，再多的大学扩招都是飞行员没有机场的笑话。第二，改革教育，大学不能再培养一堆对口无门的专业，一个专业连续几年就业率低于60%，就该果断关停。与此同时，要根据未来需求开设真正有用的方向，比如人工智能、养老护理、心理疗愈、家庭教育指导教育和产业匹配，才能减少人才浪费。第三，引导人才合理流动。不能再让上亿年轻人挤在北上广深卷到死，要拿出真金白银的政策，让他们愿意去中西部小城市购房补贴，落户便利，子女教育优先，社保福利更优厚，区域发展平衡才是长久解药。第四，大幅降低生育和养育成本，给刚需的年轻人提供低息房贷，甚至直接分配公租房，严厉打击天价彩礼，严惩职场对女性的生育歧视。因为对女性的每一次歧视，最终都会变成整个社会的成本。只有把生育变成可承受的选择，出生率才可能回升。第五，改善工作环境，最低工资要稳步提高，8小时工作制和双休要真正落实，让劳动法不再是纸面笑话，让年轻人有时间去生活，去陪家人，去消费，而不是把生命全部耗死在工位上。只有这些硬事干到底，就业和生育这2座大山才能从根上挪开。那时，每年1000多万的大学生就不再是社会的负担，而会成为真正的人才红利。每年900万的新生儿也不再是危机，而会成为希望。到这里，局势已经很清楚，强制社保不是割韭菜，而是一记极痛的手术刀。它的目标从来不是今天补窟窿，而是未来重塑经济。所以你该问自己的问题不是为什么要交，而是在这盘大棋里我该怎么走。到这里你已经能看清楚了，强制社保只是第一刀，它背后真正的大棋不是收割，而是倒逼整个经济转型。可是痛是一定的，短期内会倒下一批小微企业，会有一部分人失业，会有更多人觉得工资更紧巴巴。
但从长远看，这是中国必须付的学费。真正的国家复兴，看的不是 GDP 数字有多漂亮，不是高楼大厦有多密集，而是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普通人脸上是不是有希望。当你走在街上，能看到年轻人敢结婚、敢生娃、敢买房，老年人能安安心心看病养老，不用担心一场病把家里掏空，大学生毕业不再害怕失业等于常态，而是带着自信进入一个有尊严的岗位，这才叫复兴。你别忘了，我们每个人都不是局外人，我们就是棋盘上的棋子。问题是，你愿意做那个被动等着挪动的棋子，还是愿意努力看清棋局，提早做出选择？是抱怨工资单越来越薄，还是看明白这背后是一次历史性的转折？是天天刷屏喊升不起，还是冷静思考怎样把自己的未来跟社会的结构升级绑定在一起？是躺平，还是寻找突破口？你要知道，大棋已经摆好，我们都在里面，区别只在于有的人被动应付，有的人主动布局。未来10年注定是最痛的10年，也是最关键的10年。你是被痛打的那个，还是能在痛里熬出机会的那个？全看你能不能提前看透。所以真相也许残酷100倍，但正因为残酷，才值得你我清醒面对。这一切不是为了制造焦虑，而是让你明白，出路始终都在，只要我们敢面对，敢选择。